在我做心理咨询师之前，我是在某家企业里面做高管，核心岗位的招聘，我都是亲自面试的。面试的时候，我最关注的是这个人的思维，而不是专业。首先，我特别注重应聘者的逻辑能力，我会进行特别高压的面试，不会采用那种娓娓道来的聊天的方式，因为如果在高密度的炮轰之下，对方依然能够思路清晰、逻辑缜密，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差。而逻辑力决定了他的学习力，一个人如果学习力特别强，那么什么专业根本不重要，因为在这种学习力下，任何领域都可以成为他的专业。第二，我关注的是他的多元思维力，因为有太多人属于一根筋，尤其是在他的专业领域，越专业反而越容易一根筋，但是真正落实到事情上，你所学的专业能套用上20%就不错了。思维根本不存在一飞冲天，好的思维一定是漫天开花。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求职者一个问题：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为什么是圆的？这个问题真的刷掉了好多人。你知道为什么是圆的吗？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看。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多元思维，分享几个能够让大家和别人不一样，比别人更容易想出新点子，更容易创新的方法。从思维的角度上来说，一般存在两种思维，当然不同的人使用的名字不一样。这两种思维分别是固定型直线思维和成长型多元交叉思维。单向思维与多元化思维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单向思维是有着明确的方向，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可预测和计划好的步骤，逐步地推进事物的发展。比如一家公司，它可以通过对现有的技术和程序进行改良，从而提高效率。一位科学家把小数点后面的第5位数字精确到第6位，就可以解释某种特殊的现象等等。所以单向性思维的目标是对现有的想法进行精炼和调整，让其进化。从古至今，企业与个人都选择通过精进自己的职业技能，或者是增加专业分工来践行单向思维。那么多元化思维又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不断地朝不同的方向跳跃，它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并不像单向思维那么高，任何人都有可能完成。多元交叉思维的核心就像双色球，不同数字的组合就是全新的一注。所以单向思维是一个点，而多元交叉思维是一片区域。在这个区域里面，不同的思想组合，让新颖有创意的思想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那么要如何实现自己的多元交叉思维能力呢？我们聊一聊真正的思维高手要具备的底层逻辑能力。在此之前，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想创业开一家饭店或者餐馆，你怎么才能做到更有创意和别人不一样？大家思考一下，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前提是不要说什么选最好的地段，用最个性的装修，或是请最好的厨师等等，因为这些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先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在后面会讲到。那么作为一个思维高手，首先你需要打破联想壁垒。人的大脑是由一条联想链条组成的，仅仅听到一个词或者看见一个东西，就会牵动整个思维联想的链条，而这个链条是环环相扣的。但是链条往往会集中在和我们自身经验有关的领域，比如说，当一位厨师在鱼市里面看见一条鳕鱼，他就立马会想到某一道菜，而进而又进一步激发他的思维，让他想到，我晚餐的菜谱要包含哪些菜。然而若是换成了某一个垂钓爱好者，他可能会想到自己上一次的钓鱼经历，而由此又会想到他曾经用过的渔具等等。他们两个人想到的东西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脑往往会沿着一条最简洁的路径，一种定式思维产生联想，也就是根据过去产生联想。联想的链条是有用的，它帮助人们迅速地从分析问题过渡到采取行动。但是它的弊病就是约束了我们的横向思维能力。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之所以容易产生特殊的联想，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所谓的发散性思维。我们做一个练习，当你看到脚这个字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最普遍的答案是鞋，其次是手指脚趾，对吗？联想壁垒低的人，他的思维更开阔，更有可能产生不寻常的想法。
比如他会把脚和蓝天命令等联系起来。而大多数人的联想链条都存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之内，是可预测的。所以对于联想壁垒较低的人来说，他的联想链条是沿着一条不规则的路径发展的，而联想壁垒较高的人则更可能产生更普遍的反应。而且如果不经特别的提示，他们可能始终也想不出这两个词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固化的思维壁垒，建立新的思维联系。而这里包含3个方法。第一，学习大量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文化是通过规则和传统来界定的，它把特定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强加给人们。有些文化高度开放，有些相对保守，有些文化注重团队合作，有些强调个人能力的培养等等。所以文化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打破联想壁垒，深入体验不同的文化背景，吸收各种文化中的经验，人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摆脱单一文化所强加给你的观点，彻底摆脱文化传统束缚的人，或者是深入接触的2种或多种文化的人，他们具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在做出判断之前，他会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不会拘泥于一种观点。所以你想抑郁藏人就必须是开放的、发散的，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的。这样的人更有可能对传统规矩以及边界提出质疑，然后在其他人从未想过的地方去寻找答案。其实教育有时候会或多或少地限制创造力，这也是我为什么面试的时候不在乎专业的原因。在学校老师那里是合作教育，教育往往会集中在某些公认的有效领域上，人们很容易变得循规蹈矩或者墨守成规，这使得多元化思考的发展变得很难。那我们应该辍学在家吗？肯定不是，而是尽可能的学习更多的知识。在大学时代，你专注于某一个专业，这是知识的深度，但是你必须要想办法增加知识的广度。学习的东西绝不能局限在一个领域，这种广度会帮助你冲破专业人士所铸造的联想壁垒。这就是为什么查理芒格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建议年轻人要跨学科学习的原因。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好奇学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能告诉大家，就是在没有教师专家指导情况下，花大量的时间阅读、画画学习、做实验等等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不要选择与你专业具有强相关性的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未来完全不同领域的交叉才更具创意。当然，通过学习来突破壁垒，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和累积。而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喜欢好点子，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点新点子。如果想要强行的冲破联想壁垒，你就需要在思考某个情况、事件或问题的时候，强迫自己以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它们。实现这一突破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问题倒过来想，也就是逆转假设。逆转假设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改变人们分析事物时所用的传统思维方式，把你的头脑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中解放出来。开饭店的那个问题，大家现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就用这个案例来分析一下逆转假设的应用。要怎么做呢？首先，写下与开餐馆相关的且较普遍的条件，也就是假设，然后将这些假设逆转。大家请看屏幕上的这张图片。现在从每一条逆转假设出发，设想如何去实现。比如说，没有菜单的餐馆怎么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厨师把他当天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食材告诉顾客，然后由顾客自己选择想吃的食材，再由大厨为每一位顾客定制菜肴。再来，菜品免费的餐馆怎么搞？是不是可以把这间餐馆按照咖啡厅的模式来经营？客人们在此聊天工作，我们按时间收费，并且免费的为客人们提供一些便宜的食物和饮料。再来，不提供食物的餐馆怎么搞？饭店不卖饭，那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餐馆变成一间充满异域风情的餐厅，设计许多独特的包间，客人们自带食物或饮料到感兴趣的包房去就餐，让他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付包房费。这样下来，假如某个方案在你看来特别有意思，那么你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完善它。这样做的关键不是立刻让你找到你想要的解决方案，而是把最直接的假设先放在一边，让你的大脑能够脱离惯性的思维联想链条。还有一些实现逆转假设的方法，
比如，你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对其进行逆转，再试着分析实现逆转后目标的方法。这个过程会强迫你的大脑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思考一个普遍的主题。比如说，如何让顾客到店体验愉悦，反过来，如何才能让顾客到店体验极为不痛快。这种逆向思维其实正符合我说了快800遍的那句谚语，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未来会死在哪，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所以强迫自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你才能打破不同领域间的联想壁垒。当然，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所以除了逆转假设，再给大家一条建议，就是把一个想法应用到其他人或其他事情上。比如，假设你的新房打算装修，你打算怎么装？如果你没有想好特别的点子，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座房子是乔布斯的，他会怎么做？如果房子是毕加索的，他会怎么搞？等等，按照你对他们的认识想一想，从别人的眼睛里去看你的房子，为自己创造一点点子。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其实是类似顿悟反应，也就是你绞尽脑汁抓破脑皮，突然灵光一闪，原来是这样的。普通人和高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普通人的灵光寥寥无几，而高人是一直灵一直光。其实顿悟反应跟我们听笑话和脱口秀很相似。大家想一想，你听脱口秀为什么会笑？换句话来说，脱口秀为什么好笑？注意哦，接下来的一段话会让你成为一个幽默的人。脱口秀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没有按照你的故事线去走。一个笑话的结构是铺垫加笑点，铺垫是为你制造预期，让你以为故事线是这样的，而笑点是揭露意外。当你发现它没有按照你的预期，而是给了你一个意外的时候，你就会笑。比如铺垫时，我伤心地说，我老婆跟我最好的朋友跑了。你的预期是什么？是我很伤心，因为我想老婆了。但是我说我很伤心，因为我想我哥们。意不意外？完整的就是我老婆跟我最好的朋友跑了，我很伤心，因为我想我兄弟了。这个笑点的转折就是灵光顿悟。所以灵光反应绝不是来自于一条道走到黑，而是来自于交叉性思维。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人为的增加这种多元化思考的可能性呢？首先，在不同的工作项目爱好之间游走，能极大程度地帮助人们获得意外而独特的见解。这个过程被称为职业多元化，是一种找到思维交叉点的普遍做法。如果你的目标只是高质量，在基本层面完成既定任务，那么专业化分工是稳妥的路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出新颖有突破的主意，那么多元化经历就非常重要。无论你怎么辩解，在当前的世界，通才肯定比专才更有优势。所以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大家要想办法充分接触到不同的专业领域，这样你就能够找到更多的随机概念组合。第二，你要学会和不同类型的群体打交道。人类的天性让我们喜欢跟自己相似的人凑在一起，远离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同性相吸效应。但是在所有人都与你类似的地方，一定会禁锢你的思考和创造力。你想一想，你进入一家组织，发现组织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用和你一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你感觉这种情况对你来说有益处吗？1940年至1941年，德国海军每个月平均击沉超过50艘军舰，造成超过5万同盟军的伤亡。面对这样的袭击，同盟军几乎毫无增加哲理，因为他们无法破解密码。后来为了破解这套密码，英国情报部门组建了当时阵容最强大的解码团队。传统意义上的密码专家都来自于语言学领域，但是这支队伍里面囊括了数学家、科学家、分类学家、国际象棋大师以及拼字游戏爱好者。这是由各路人员组成的团队，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通力合作，最终破解了密码。同盟军的海战颓废一举逆转。所以在多元化团队共识是提高创造力的好方法。像美国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多元化的人口构成。第三，锻炼并提升你的联想能力。锻炼并提升联想能力的办法，就是增加随机组合出现的次数。
这是产生多元化思考的核心。刻意的去寻找不同概念组合的行为，被称为交叉点狩猎。猎取交叉点意味着你要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寻找联系，然后看这些联系会把你引导到哪去。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思维漫步。如果你正在研究某个特定的问题，或者刚刚开始构思这种想法，你就可以进行思维漫步。你可以带着想法在办公室内、停车场或者大街上散步，期间你可以购物，可以随意地记下一些东西，比如说鱼竿、饮水机、香水瓶、水仙花等等。不要去选择那些与你正在研究的问题和构思的创意有相关的东西，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的概念组合方式就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意为之。选择一些无明显联系的东西，并且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东西之间寻找联系。结束漫步的时候，你可以写下你在思维漫步途中记下的每一个词，或者想到的每一样东西的特征。比如说图画这个词，可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特征。首先，它是用某种物质制作而成的，对吧？例如油质颜料、水彩颜料、电脑或者铅笔。其次，它可大可小，它可以成为收藏家的产品，也可以被收入博物馆。这些都是图画的特征。接下来试着在这些特征以及你所研究的问题之间建立一些联系，而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想法就极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独特灵感。任何能够让人随机产生灵感的对象，都是交叉点狩猎活动的目标。比如临上飞机之前，你可以买一些平常都不会读的杂志，搬到其中一页，试着找出自己的内容与你正在开展工作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实在找不出二者的联系，或者这种联系看起来不太靠谱，那么就跳过下一页。但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与你处理问题有明显关联的页面上。再比如，你想去旅游，你就可以在烹饪书里面去找灵感。当你准备做一顿大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旅游指南里面去寻找灵感。无论用哪种方法，你都增加了点的机会。而立足与交叉点，你将有更大的可能性在最不经意的地方找到概念的结合点。第四，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会用那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方法，一条道走到黑，必须要先搞明白一个新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然后再改变思路。但是为了让交叉点上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我们需要先收集尽可能多的想法，然后再对它们进行评估和挑选。第一个散进你脑子里的想法，往往是最普通、最没有创造力的想法。所以在你尝试想出更好的主意，或者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坐下来给自己来一次真正的头脑风暴，然后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看自己原来的想法，取其精华，去其皂薄。最后一个，好的思考力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人们可能误用了不逼自己一把就不知道自己多优秀这句话，认为自己最好的主意往往是在最后的截止时间里产生的。而实际上，人们的创造力会在时间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降低。不仅如此，科学家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创造力不仅会在时间压力最严重的那天衰减，这种衰减的趋势还会延续到第2天、第3天甚至第4天。所以，如果你想要捕捉交叉点上的突破性思维，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来。我们前面说过，我们会根据已知领域的固有想法，对一些突破性的思维和想法进行判断。所以，面对一个新想法，你需要时间从各个方面对这个想法进行判断。另外，创意需要一段时间的孵化期，这段期间需要我们停止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把精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暂时忘掉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几天或者几周之后，当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项目时，更具独创性的想法也许会自动出现。今天我要分享的干货内容就结束了，如果帮到了你，还请给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如果认可本频道的持续价值，还请订阅本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